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震惊的发现，我可能破解了三星堆文明消失之谜。三星堆人为什么一夜之间消失？他们究竟去了哪里？这个可能和一种神秘力量有关，那就是来自扶桑的西王母。根据现代考古学家的研究，三星堆文明是一个最早在西元前2800年左右出现，在西元前1100年左右又突然消失的一个神秘文明。这里出土的精美青铜器、黄金、玉器等等，都可以追溯到西元前1600年左右。当时商朝也是刚刚才成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三星堆文明的制造技术就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阶段。另外，三星堆文明还有一个最诡异的点，就是它的结束方式，咔了一下，就像被拉了电闸一样，一夜之间突然消失。在古代，文明灭亡通常只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天灾，另外一种就是人祸。天灾就是地震、洪水、火山爆发一样，像什么亚特兰蒂斯庞贝古城一样，一下就灭亡了。人祸就是战争灭国，刀兵四起，尸骨遍地。但是这些在三星堆里面全部没有发生，既没有天灾的痕迹，也没有人祸留下来的刀剑尸体。考古学家在这里面只发现了10多个大型祭祀坑，里面塞满了各种奇异的青铜器、黄金、玉器，还有象牙等等。这些神器不是自然摆进去的，而是被砸碎的，有些还保存得非常完整，好像是三星堆人在赶时间，把他们所有珍贵的带不走的东西全部都一下埋掉了，之后他们就匆匆忙忙离开的这么一种感觉。那问题就来了，三星堆人怎么就突然消失了？之后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什么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他们到底去哪里了？会不会是有什么神秘力量、外星人之类的把他们接走了？今天的真相有点敏感，观看之前大家一定要先打开 Surfshark VPN。VPN 就是你专属的网络加密隧道，可以把你所有的账号、密码、浏览记录全部藏起来，任何人都完全看不到。现在诈骗园区太可怕了，公共 WiFi 甚至家里的网络都可能成为狩猎现场。打开 Surfshark VPN， 你所有的网上个资马上都会被安全加密，广告商、网络供应商还有诈骗园区中的最优秀员工都无法破解。Surfshark VPN 还可以帮你改变 IP 地址，让你一键解锁全球奈飞、迪士尼家等串流平台，随时观看不同国家的剧集和影片。而且网站还会依照你的 IP 地址来调整商品价格，这是价格歧视。VPN 一切换，你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价格，找一个最低价，圣诞购物省到爽。Surfshark VPN 从来不会追踪和搜集你的个资，一个账号全家人使用，更有7×24小时线上客服。现在点击影片下方说明栏的专属链接 surfshark.com/Nicholas Young，使用优秀天才团专属优惠码 Nicholas Young， 马上就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期。赶快和团长一起打开 Surfshark VPN， 开开心心过大年。三星堆出土的最著名的文物之一就是青铜神树，截至目前一共发现了8棵，其中最高的就是这一棵 3.95 米的1号神树。从下到上，它分为3层9支，每根枝杈上都站着一只神鸟，但是神树最重要的顶端被折断，上面是什么不知道。后来考古学家在后续的发掘中找到了一个截断的树顶，上面伫立着一只长着翅膀的人首鸟身的雕像。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雕像和神树加在一起，就会得到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玄鸟和扶桑。在华夏神话传说中，扶桑不是一棵树，而是2棵相互缠绕的上古神树，它们有着同一个巨大的根。神树上面站的这个鸟叫做金乌或者是玄鸟，代表太阳。古人就认为在晚上的时候，太阳就是像鸟一样停在天边的扶桑巨树之上。虽说这是神话，但是在先秦地理志《山海经》中记载，扶桑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而扶桑树它是生长于上古地球的一个叫做汤谷的地方，在汤谷里面还有山叫做天台山。在这些古经中记载说，扶桑树可以长到几千丈那么高周围2000围，非常大。大家还可以再想一下，在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应该很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更加神奇的智慧生物，他们在上古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勘探地球了。这不是我瞎说的，大家应该都会发现这些古籍说的都非常有逻辑。在东晋出现的一本地理志叫做《海内十洲记》，作者被认为是东方朔。东方朔是汉武帝的代召金马门，就是一个随时可以召见、给皇帝提供建议的高级顾问的这么一个职位。在汉武帝内传中就写道，汉武帝这个人也和秦始皇一样，非常喜欢研究神仙、长生不老之类的这些事情，而且他还经常登山举行祭祀神仙之类的大事。于是4月份的有一天，汉武帝就在宫里休闲，
当时东方朔和董仲舒就陪着汉武帝在一起聊天，这个时候突然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青衣女子唰的一下出现在他们面前。汉武帝一看大惊，这个时候这个青衣女子就说话了：雍公玉女王子登也，向王母所使，从昆山来，7月7日王母暂来也。说完唰的一下就不见了。汉武帝这时候跪着听完这个仙女讲话就赶紧问东方朔此乃何人也？东方朔就说这是西王母紫兰氏玉女，常传使命，往来扶桑，出入灵州。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女子就是西王母的信使。西王母不是住在西边的昆仑山，而是住在扶桑。扶桑中有一个山叫做昆山。西王母是看皇上您这么虔诚，7月7日她就会来找你。之后果然就在7月7日，西王母就唰一下从天而降。书中就记载，当时云中有箫鼓之声，人马之响，轰轰隆隆的。之后突然有一道金光出现，光耀庭宇，非常刺眼。这个时候汉武帝就突然看到有50个天人一下就出现在这个皇宫里，而且每个人身高1丈之多。站在他们中间的就是西王母，他们一下就传送了过来。西王母下凡之后就跟汉武帝讲这个那个的很多秘密，东方朔都把他们记录下来。其中有关世界地理部分的信息就是记载在刚才提到的海内10洲记里。接下来的就非常重要，大家要仔细听。西王母告诉汉武帝，这个世界里面有10大洲，其中最东面的就是扶桑。西王母说，扶桑在东海之东岸，岸直，路行登岸1万里，东复有碧海。在东海的东边有一个地方就是扶桑，而且它的海岸线非常直。在扶桑登陆之后，再行走1万里，也就是大约4500公里左右，就会再次看到蓝色的大海。上有太帝宫，太真东王父所治处。在扶桑的天上有一个巨大的太帝宫好像一个宇宙级航空母舰这么悬浮在扶桑之上，上面有天父太真东王父住在里面。又有圣树，长者数千丈，大2000余围，树两两同根偶生，更像一翼。东方朔记载，扶桑这里面有非常大的树，它不叫扶桑树，而叫做葚树，桑葚的葚非常高大。它们的树是2棵2棵长在一起的，而且共享一个同根的巨树。葚稀而色赤，9000岁一生10耳，味觉甘香美。这个巨树还长果子，颜色是红色的，尝起来味道非常甘甜香美，有能分形为100身10丈者也。扶桑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可以变形变身，身高10几丈的这么巨人非常玄幻。我们在很多古籍上都可以看到有人说这个扶桑就是日本，但是从这里面来看，日本只符合扶桑的一个特点，就是海的东方。但是扶桑从西边到东边有1万里的宽度上面有巨树，树上还有红色的果子，这些日本都没有，所以扶桑根本不是日本。如果扶桑不是日本，那大家看这个地图，那扶桑就是太平洋东面的美洲。是不是三星堆人他们消失之后，他们的神西王母就用飞船把他们接到美洲这个想法比较玄幻，但是有时候现实比神话更加玄幻。在汉武帝之后又过了大约500多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位僧侣，他就说自己是从扶桑国而来，而且他详细描述了扶桑国的诡异事情。这件事记录在唐太宗下令编撰的24史中的梁书列传之中。西元499年，南齐永元元年，荆州突然出现了一位外国和尚，自称法号慧深。大家看他长得和当地人不一样，就问你是从哪里来的？慧深就说我是来自扶桑国。接着他就开始解释扶桑国的位置，是在大汉国东2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所以叫做扶桑国。而且他接着说，扶桑树长出来一种果子，看起来像竹笋一样，吃起来好像梨非常香甜，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当地的人会把扶桑树的皮做成衣服或者纸。在扶桑国有南北2个监狱，犯罪的人终身不能出狱，子女全部为奴。他们在审判贵族的时候要挖一个坑，把它扔在里面，然后把灰撒到他们身上，撒1圈就是罪到本人，撒2圈就是连坐到子孙，撒3圈就是连坐7代。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扶桑这里没有铁，铜倒是非常多，金银超级多，以至于金银都不是那么贵了
后面的话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仔细听。惠申说，扶桑国的国王叫做以齐，大臣叫做对卢。扶桑国那里没有佛法，但是在南朝宋大明2年，有5位来自济宾国的5位僧侣，也就是来自阿富汗的5位和尚，他们就去了扶桑国传播佛法。惠申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本身就是扶桑国的人，后来跟着这些传法的僧人皈依了佛门，之后呢，可能又跟着他们就回到了荆州。接着惠申又说了一些非常诡异的事情好像外星人在地球殖民的描写。他说在扶桑国东边1000多里的海里某一个岛上有一个女儿国，那里的女子容貌非常漂亮，皮肤洁白，但是她们全身都长着毛，而且头发可以拖到地上。每年2、3月的时候非常冷，但是她们就会集体进入水中，之后就会怀孕。到了6月3个月之后呢，她就可以生出孩子。惠申说这些女子没有乳房无法哺乳，但是她们的脖子后面长着一种白色的毛，这个毛根呢就会产生一些乳汁，就会流出来。流出来之后呢，这些女人就把这个汁水喂养小孩，小孩发育特别快，100天就能走路，3、4年就会成年。这些女人看到人类就会害怕躲避，尤其是害怕男人。她们吃的东西是一种可以发出香味的，而且发咸的草，就像野兽一样吃草一样。而且她还补充，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小；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沸。看到这里我们的会员朋友可能会有点感觉因为我以前讲过，这种外星种族曾经统治过埃及，最后被以色列人全部灭绝，这个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有空大家可以看一下。总之说了这么多，我们再看一下这颗3星堆的青铜神树，就会发现3星堆人一定是跟扶桑国有关。这个树就是扶桑树，上面的这个人形神鸟就是西王母。根据探测年，考古学家认为3星堆这些精美的铜器出现的时间是西元前1600年，而它们被掩埋的时期是西元前1100年。而根据甲骨文和史学界的研究，商朝建立的年代也是在大约西元前1600年，而它灭亡的年代是在西元前1046年。这就说明商朝的建立和灭亡跟3星堆有关，也就是跟这个神树上的西王母有关。在《诗经·商颂》中写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朝就是玄鸟降下来生出来的半神所建立的。上古的秘密都在甲骨文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商朝的商这个甲骨文，它就是一个鸟下了一个蛋，这就叫做商。而商的写法也有很多种，其中还有一种看起来就是在2棵扶桑巨树上或者一个巨大的祭台上，天空上出现了宇宙飞船。而这个符号它里面的这个台字叫做承之台，记载在《吕氏春秋·殷出》之中。有松氏2义女，谓之承之台，饮食必以谷，定立燕往视之。2女爱而争搏之，燕移2卵北飞，随不返。商朝祖先有松氏有2个女人，她们可能是2个女祭司或者是圣女之类的，她们就住在高高的承之台里，每天吃饭都要敲鼓。敲着敲着，有一天天上的神就听到他们的声音，于是就派了一个夜鸟去看他们。在这个祭台上的这2个女人一看天上有神派天使来了，一个鸟来，于是就为了争这个鸟就打了起来。之后这个神鸟就下了2个卵就飞走了，再也没回来。这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是在《史记·殷本纪》里有写到：3人行狱，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气。史记就写到这2个女人不是在争斗摔跤，而是和这个鸟在一起洗鸳鸯浴，之后鸟就生了一个卵，2女之中的一个女人叫做简狄，就把这个卵吞了，于是就怀了孕，生了商朝的始祖契。所以不管是从时间上看，还是从神话故事来看，商朝3星堆都和这个扶桑树、人首、神鸟有关。所以我们只要破解扶桑树和神鸟在古代的地球坐标，就会知道3星堆人他们消失到底去了哪里。下面大家请捋清思绪，准备好大脑，现实比神话更诡异的事情就出现了。首先我们先从地理学分析，根据海内十洲记的描写，扶桑在中国的东海东边，东西非常宽，而且海岸线非常直，在登陆之后还要走1万里1万里就是4000公里上下，非常长的距离。我们看一下地图，在中国的东海东岸，东西长度可以达4000里的大陆就只有一个，就是美洲大陆。而在美洲大陆里有2个地方东西长度有4000里宽，
一个就是旧金山到华盛顿这段距离，另外一个就是秘鲁海边的纳斯卡到巴西的萨尔瓦多。在北美旧金山这里，它的海岸线是弯曲的，但是大家看秘鲁的海边是不是有一段海岸线非常的直？扶桑在东海之东岸，岸直，陆行登岸1万里，东复有碧海啊，这一条就对上了。第二条线索要从植物学上分析，扶桑树高1000丈，两树同根生，相互依靠。在美国也有巨树叫做巨红杉，最高可以到达100多米，但是这种树都是一根木头顶到天的。如果是2根树同根生的话，这种树的根系一定是非常发达。而这种树在美洲也有，就是出现在南美洲的亚马逊雨林里，叫做萨马乌马。它是一种非常巨大的木棉科树，可以长到70多米。它的根系非常发达，有点像榕树一样，可以长出1个根2棵树这种情况，同根偶生，和古书中记载的一样。大家要知道，在远古的时期，地球上的氧气非常高，所以那个时候的亚马逊萨马乌马这种树，它可以长到几百米甚至1000丈啊，也不是一个问题。在这一条也对得上。第3条线索就是扶桑的果子。海内石洲记说，巨树的果子是红色的，味道甘美，但是他又说9000年才产一次，这个有点玄幻。而在梁书中，惠申说的更加符合实际。他说扶桑树长得像竹笋一样的果子，吃起来脆脆的，和梨一样，颜色也是红色的。而当地人会用扶桑的树皮做衣服当纸用，说明这个扶桑树的皮也非常薄。所以根据惠申关于扶桑果子的描写啊，一种红色的果子像竹笋一样，大家猜它是什么吗？那就是玉米啊。有的人肯定会说啊，玉米怎么是红色的，明明是黄色的。我要告诉你啊，眼界要放开一点，你不知道的东西不代表没有。我们现在吃的这种又大又长的玉米是几千年来人工筛选出来的品种。玉米的原产地是美洲，它一开始就是红色的。玛雅人说玉米是神鲜血浸泡过的圣物。在美洲，玉米最初的品种叫做 Teosinte， 大家看照片，它是一开始就是长得这么小，只有1根手指这么大的，就像桑葚果一样。后来玉米被美洲的原住民拣选出来，慢慢培养，就变得像竹笋一样，但是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啊，就像这个样子。然后又过了几百年，欧洲人现代人对玉米进行改良，就变成了又大又黄的品种。所以扶桑红色的果子就是玉米。第4个就非常重要了，它是破解今天影片的密钥，要从语言学上分析。惠申说扶桑的国王叫做以奇，大臣叫做对卢啊，这个以奇对卢一听就不是中原的发音，肯定是来自外来语。要分析这些古代的语言，就要把它们还原成古音，而现在留存下来的古音最像的之一就是粤语。所以在粤语中，扶桑国王以奇这个词应该念作以 K， 大家念快一点啊，以 K 一 K 一 K， 听起来像什么啊？印卡，印加，印卡就是以 K 以奇。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图片，这是秘鲁马丘比丘广场的印加帝国雕像，它的名字叫做 The Sapa Inca。 这里的 Sapa 是唯一的， Inca 意思就是皇帝，所以这个皇帝的谥号应该叫做唯一的帝王。在秘鲁的克丘亚语，所有的皇帝都叫做 Inca， 所以惠申说的扶桑国王叫做以启，他就是指的印加国王 Inca。 另外惠申说扶桑的大臣叫做对卢，在印加克丘亚语，对卢念作 Dutu， 他的地位相当于酋长。接着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了，在他们的语言中，红色念作扑卡，大家知道吗？伏羲的古音是念作刨羲或者是包羲，伏在古音中可以念作扑，所以扶桑它是应该念作扑桑。而在克丘亚语中，树、灌木、植物都念作 sacha， 所以如果把红色植物这2个单词连在一起，就是扑卡 sacha。 大家可以念快一点，扑卡 sacha， 蒲桑、扶桑。扑克萨查扶桑，它就是红色的植物，也就是古代南美洲说的红色玉米。然后大家还可以看惠申说的话，很多都可以佐证，就是秘鲁海岸线再走1万里就是碧海啊，它指的就是大西洋。我在之前亚特兰蒂斯里面也讲过，大西洋在古代的时候水位很低，在亚特兰蒂斯沉没之后，海中就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岛屿，
有的岛屿里面就存在像古代埃及蛇一样的神，还有的岛屿里面就住着当时的外星人阿修罗一族。他们的女人非常美丽，而男人非常丑陋凶狠，像狗一样。这些外星人穿过大海就进入埃及，成为被埃及人崇拜的神。这些我在会员节目里面都讲了，所有的故事都是有联系的。惠申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当时他第一次在中国登陆的时候，落脚地就是在山东的日照。现在日照还有一个寺庙叫做石凤寺啊，这个凤也和跟玄鸟有关。这座寺庙就是沙门惠申化缘所建的。一开始这个寺庙的名字不叫做石凤寺，而叫做天台闽寺。在《山海经》里面就记载，天台山就是在扶桑所在的山。所以有的考古学家就说扶桑就是在山东的日照其实不是的，原因大家就知道了。这个石碑在后面还写道，因为朝代更替，北魏灭佛，殃及闽寺，于是这惠申就愤而出海。惠申为了逃避北魏灭佛之灾，又驾着船离开山东了，去了哪里不知道，可能是去了朝鲜、日本，或者真的又回去美洲传播佛法去了。大家再看一下商朝的这个商字其实就是一个天台，上面有什么飞船之类的，也有的画着两个什么竖立起来的东西。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墨西哥的照片，这个金字塔上面既有两个房子，结构和商朝的商字是一样的。这个金字塔神庙叫做 Temple Maya， 是现在墨西哥城里面的主神庙 Teotihuacan 神庙，它曾经就是阿兹特克帝国的中心。金字塔上面的北庙，它是留给阿兹特克太阳神的，叫做 Huitzilopochtli， 它就是一个和西王母一样的人形鸟神。在金字塔南面的这一个神庙里，供奉着另外一个神，叫做 Tlaloc， 他的形象是一个眼睛非常大的青面獠牙的神，头上还有一些尖尖的东西。大家再看一下三星堆出土的饕餮像，和这个 Tlaloc 非常相似，而且他们的发音都非常相似饕餮 Tlaloc， 非常有意思。三星堆出土了很多很多铜器雕刻，其实都可以在中南美洲的奥尔梅克、玛雅、印加文明中找到对应的文物。而且玛雅、印加人和殷商人的习俗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喜欢用人祭祀，都喜欢佩戴玉器。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玛雅亚马逊雨林中，这里的原住民部落，他们的人种都和现在的中国人是一样的。大家看一下这些照片都非常有意思。而且玛雅文明的雕像也是亚洲人的样子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三星堆大祭司的装束长袍高帽。大家看这个图片，墨西哥的传统舞蹈装束 Chinelos， 他们的服装就是和三星堆大祭司是一样的，长袍高帽。而且惠申还说这个扶桑这个地方它是无铁有铜，不贵金银。这个他说的也是对的，在玛雅、印加、中南美洲这里面出产非常多的金银，但是就是没有铁有铜。为什么玛雅、印加文明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他们的地表没有铁矿，他们无法进入铁器文明。我说的是地表没有铁矿，它不是暴露出来的，是在深层底下的，当时古文是挖不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三星堆人会不会是在西元前1100年左右，在商朝灭亡之后东乱，然后他们就乘船出海，撤到南美洲，他们在那里就建立了玛雅文明或者是印加帝国。所以在现在的中南美洲，很多部落之中都是中国人的面孔，然后他们就向北走，成为北美印第安人。然后这些北美印第安人还学到了佛法，他们的身上都带着万字符。那么这些三星堆人他们是怎么跨过太平洋到达美洲的？他们是乘着船出发的，还是被西王母派来的飞船刷一下就接走的？这个脑洞就留给大家了。今天录制影片的节目是在感恩节，所以在这里要感谢各位粉丝的厚爱和大力支持，有你们的鼓励我才会充满动力，让大家和团长一起带着一颗求索的心不断去探索这个有趣的世界。也非常感谢厂商 Surfshark VPN 的大力赞助，在此我为大家祈祷，祝所有的观众们、粉丝们、会员们，还有我们所有的家人们、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财源滚滚。我们下期再见。